兰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这期视频想跟兰友们分享一下阳光、空气、水，我们如何根据这个季节然后对这个兰花来进行一个调控、一个管理这期视频就跟兰友们先聊一下阳光这我给它分成几期，不然我觉得我这几期的视频拍的有点太啰嗦了。万物生长都是需要靠太阳的，那么兰花也是不例外的但是这里面兰友们先要了解一下兰性就是兰花是一个喜半阴的植物它不像我养月季三角梅这种喜欢大太阳的。到了夏季的时候，一般这个兰花我都是比较建议就是全遮阳的就是有一个明亮的散射光就足够了，因为夏季紫外线强度太强了，兰花只要有一个明亮的散射光，它都可以正常去生长开花，都不会受影响。如果光照过强的话，第一，如果光照过强的话会让这个叶片出现一些斑斑点点的那种晒斑的，挺丑的。第二就是如果光照太强的话，也会让这个兰花退草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兰花叶片发黄了，其实它是一个提前退草的过程所以夏季的时候一般我都不太提倡那种强光照但是现在已经进入秋季，而且现在是从秋季往冬季去过渡了我们就要适当的给兰花增强一下光照了。其实这个就跟着自然走也挺好的，比如说夏季这阳光就在我们头上嘛，一般室内都不进什么直射光了，但是现在随着温度降低这阳光慢慢都已经能够打到室内了。就是这个阳光，我们如果人站在这个窗前觉得这个阳光晒在身上是很舒服的，暖暖的那种那么兰花是可以全日照的了如果我们站在窗前还是觉得有点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给兰花全日照到这个中午太阳最烈的时候，像我们家里面嘛，一般都有那个纱帘我们就把那个纱帘拉一拉。当温度低于15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兰花一个全日照了所以从夏天到秋季我们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要说一下子从那个夏季不晒太阳就变成现在就全日照了也给兰花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我们冬季养兰放在这个北阳台北窗台，不给兰花晒太阳，这个是对兰花生长非常不利的。首先如果没有光照的话，这个兰花如果温度再低于15度的话，兰花会不生长的。如果温度够高但是又没有光照，这个时候兰花是会徒长的，就是它那个叶子会长得细高细高的，然后到明年花期的时候，比如说剑兰到6、7月份剑兰进入花期了，但是您的兰花还没有来花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冬季这个光照上是不是出问题了那像春兰、蕙兰、莲瓣兰这些需要春化的花这些需要春化的花，我们就随着自然的温度下降然后逐渐的可以给它增强光照。但是我们在照这类需要春化有花苞的花的时候，尽量把这个花朝向里，然后不要让这个花苞直接去晒太阳然后光照过强的话是比较容易导致这个春兰、蕙兰它有花苞，是比较容易导致花苞消苞的。像进入春化时间的春兰、蕙兰、莲瓣它正是需要冬季这种比较好的阳光来聚集能量、聚集养分，以便于它到花期的时候才好拔尖去开花如果这些需要春化的花，我们一个冬季都没有光照的话，第一它开的花会比较瘦弱第二的话它那个花杆不太容易拔起来。所以冬季这个光照对兰花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需要春化的还是不需要春化的它都整个影响到明年的花期了。养兰是没有定律的，它也没有一个定法但是我们不要违背兰性总有兰友说自己的环境不好然后养兰花不适合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这个甚至是一种挺愚蠢的说法其实不管你在哪里，包括你在新疆也好，你在青海也好，或者是说像我们南方的兰友都是，我们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本地环境的只要我们了解这个兰性之后，我们居家养兰花、楼房养兰花，这个完全都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室内养兰花的人太多了，尤其是住在楼房的现在有一个统称就是叫阳台党这阳台党里面高手不胜枚举，我自己好多兰友全都是这样养的。所以兰友们要去熟悉一下兰性随着不同的季节，我们相应的要有一个不同的管理方法其实这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不要一成不变的去养这个兰花这期的视频就跟兰友们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再见。